小伙伴们知道人类不吃不喝的最高纪录是多少天吗？对于小孩子来说，没什么比干饭更快乐的了。齐辽大雄不知粒粒皆辛苦，好习惯又从娃娃抓起。老爸讲起了自己经历的贫苦年代，当时饿的连蝗虫和野草都能上饭桌。可大雄毕竟没经历那个年代，说再多也是对牛弹琴。老爸伤心的离去，蓝胖子好心相劝，却被重拳出击，只好拿出紧食丸，吃一粒就吃不到一顿饭，未来的减肥神器啊！可大雄电视看得专注，还重拳出击，被打成花脸的蓝胖子只好放下药丸独自离开。看完电视的大雄膀胱一扫，下一秒就吞起了药丸。大雄剩饭，老妈也没法减肥了。第二天，大雄起晚了，就连送到嘴边的食物都没空吃。蓝胖子这才意识到大雄只吃了紧食丸，希望大雄能理解食物的来之不易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大雄连午饭也没吃到，还来了波厕所惊魂。大雄差点饿晕在厕所，可老妈出门跳广场舞了，家里零食又被蓝胖子给干光了，无死角地毯式搜索也毫无战果。话说蓝胖子，你的美食桌布呢？大雄只能动用自己的私房钱，可面包店门前的停业招牌如同一道晴天霹雳，蛋糕太贵又买不起，大雄还一个平地摔，钢镚为了下水道，真是流年不利，祸不单行。饿成狗了，还与胖虎狭路相逢，被抓去当对手。齐辽大雄奇迹了得，赢了胖虎就想拍屁股走人，眼看胖虎拳头杀人，大雄只想输，可又赢了，那就只能再来一局，再来一局，再来一局。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走，却飘来神秘香气，就连蓝胖子的樱桃小鼻在大雄眼里都成了美食。好不容易活着回到家，来到厨房，竟遭遇了核能来袭，鬼混的孩子没饭吃。大雄猛然哭泣，蓝胖子惊了，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孩子吃了10粒儿，这是要3天都得饿着了。眼看大雄一块闹3上吊，蓝胖子只能坑大雄了。两人乘上时光机，来到4天后，正好赶上晚饭时间。为了不被发现，两人来到院子，只是区区一口，大雄就体会到了玉盘珍羞，也终于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含义。可另一个大雄却惨了，迎来了第4日的紧食，眼前人干眼前饭，客人只挑自己坑。那么小伙伴们有剩饭的习惯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1磅、2磅、3磅，如果脑袋变成了西瓜，还被室友用棒子打，那他是想吃掉你吗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可就算浇出了一片彩虹，西瓜苗的种子依然在土里沉睡。之所以不发芽，只怪老妈当杂草随手拔了。看着老妈冷酷无情、无理取闹，大雄撅着屁股想引起蓝胖子的注意，只因为都是小学生了，还没体验过打西瓜的快感。3岁时本有一次机会，齐辽土皇帝胖虎抢了自己的棒子，本想回家后大显身手，齐辽老妈的刀速快到惊人，没有打过西瓜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。大雄失落到猛然哭泣，蓝胖子只好拿出西瓜笔，想帮大雄完成心愿。拿起棒球，画出西瓜的条纹就会变成西瓜，只要圆形的东西都可以。大雄决定一击必杀，手握大棒，大力出奇迹。蓝胖子兴奋得像个250斤的胖子，可弹珠哪里称得上西瓜？眼看大雄的脸更黑了，蓝胖子只好出门寻找目标，可不是方的就是尖的。但大雄膀胱一扫，腰瘦了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却把我当西瓜。蓝胖子还在气头上，足球就从天而降，形状大小刚刚好，画上花纹变成西瓜。就等大雄大力出奇迹了，齐辽大雄的棒法简直离谱，就爆了蓝胖子的头。足球的主人过来认球了，可成了西瓜的球，有点费头。蓝胖子又偷摸进别人家的院子，还被抓了个现行。齐辽大雄的棒法还是那么准，可石头变的西瓜坚硬无比，大雄差点双手骨折。还好媳妇儿家有气球可以小试一下。蓝胖子用粉笔圈出一块地，接着拿出空间交换机，当起了氛围组。阳光沙滩大西瓜，蒙眼大棒打西瓜，静香率先出发，在夫君的指挥下一击必杀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同样的配方，同样的剧情，本以为西瓜还有很多，这都不算事儿，可扛不住人多呀。看着不请自来的小伙伴，大雄的心随着西瓜一同碎了。看着别人吃瓜吃得香，大雄杀人的心都有了。大雄想当威武雄壮的汉子，却成了被胖虎蹂躏的小鸡仔。齐辽小夫鬼魅一笑，送给大雄一个大惊喜。大雄超感动，也不管是用啥变的，在众人的呐喊助威下，一棒落下，定要把西瓜敲个稀巴烂。蓝胖子都惊呆了，眼看棒棒要人命，蓝胖子空手接白刃，才保住了猫命。大雄落魄极了，
觉得自己要含恨而终。岂料西瓜来得太突然，最懂大雄的果然还是自己的家人。大雄两眼放光，在家人期待的目光中打到了第一个西瓜。那么变成西瓜的蓝胖子的铁头能扛住大雄一棒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这个小学生今天是真惨，随手喝了一罐饮料，竟把自己变成了昆虫。看着1米高的蟑螂求交配，大雄该如何满足对方呢？变形金刚大战小绿人看得正起劲儿，老妈却想让大雄两人去当跑腿工具人，如此剥夺快乐的无理要求，两人只能用比手大赛一决胜负。岂料蓝胖子笑点太低，只能踏上小短腿之路。可一阵悠扬的虫鸣声让蓝胖子驻足倾听。看蓝胖子如此懂球，老爷爷主动当起了免费解说员，介绍起各种虫子的名称。秋天的夜晚就应该有虫鸣盛会，东北的猫就要学会不计输赢，拿出吸音机，要把虫鸣声吸进罐子，与大雄分享。罐子吸得满满的，只要再装上喇叭，就可以原地蹦迪了。蓝胖子想与大雄分享，岂料大雄只对动画片情有独钟。电视终于看完了，大雄膀胱一扫，就大口闷了起来。蓝胖子都惊呆了。可为时已晚，大雄哔哔哔个不停，可全是虫言虫语。老爸喝个小酒都有虫鸣声伴奏，但大半夜的呼噜虫鸣，就连250斤的胖子也会被吵到失眠。被迫听了一晚上虫鸣，黑眼圈都快掉到嘴边了，真是听得够够的。为了不让大雄被同学孤立，蓝胖子让大雄装感冒，毕竟这年头感冒可没人敢跟你说话。又到了数学课，是个人都犯困，大雄一个哈欠，教室里瞬间乱了套。终于挨到了放学，大雄都快憋出自闭症了。小伙伴们人手一张宣传单，说是要参加今晚的虫鸣盛会。原来这都是昨晚的老爷爷的计划，想给孩子们一个快乐的童年。胖虎力荐自己要与虫鸣同台高歌，这胖虎要是真开嗓了，那虫子都得自叹不如，羞愧毙命啊！到了晚上，小伙伴们纷纷聚集到空地，静待昆虫的鸣叫。可就算把耳朵拉得再长，周围还是静得可怕。期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小伙伴们纷纷散场，但蓝胖子永远都不会让人失望。下一秒，虫鸣声此起彼伏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虎父二人秒变捕虫大盗，可看到虫鸣声来自大雄之口时，两人都惊呆了。虽然大雄的口技666，但还是没能阻止小伙伴们一哄而散。就连大雄都怀疑这里是否有虫子，蓝胖子只好拿出时光电视，化身名侦探蓝胖，发现虫子都被抓走了。虫虫这么可爱，怎能残忍油炸？对于老爷爷来说，秋天的虫鸣就是自己的童年。可惜现在遍地钢筋水泥，再也没有了以前的绿意盎然。蓝胖子气得像个250斤的胖子，可他膀胱一扫，发现还有幼虫存活。只可惜幼虫不会鸣叫，拿出成长促进剂，让幼虫1秒变成虫，决定让捕虫者通通扑街。果不其然，悠扬的虫鸣声再次吸引来了捕虫大盗。可眼前1人高的大蟑螂，神仙来了都得乘云逃命。捕虫者纷纷进了小铁笼，小伙伴们再次排排坐。随着小短腿蓝胖的一声呐喊，穿上帅气的西装，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昆虫跟着大雄的节奏一起共鸣起来。小伙伴们听得入神，捕虫者也被吸引。伴随着虫鸣盛会达到高潮，工人停下手中活，学生放下手中笔，喵星人不再炸毛。可小夫就慌了，大雄的虫鸣声貌似并不简单，大雄莫不是在求偶吧？那么小伙伴们敢抓虫吗？敢的请在评论区扣666。